上一集我们讲到酒精的戒断反应，每次你喝完酒之后就会产生戒断反应，这会让你继续喝酒。但实际上，就像瘾君子通过嗑药缓解痛苦，酒精不能缓解你的痛苦，酒精正是痛苦的根源。一些强劲的药物会产生很强烈的戒断反应，但大多数我们常见的成瘾物质，像尼古丁、糖、咖啡因和酒精，只会让你感觉到轻微的、几乎察觉不到的不舒服，这也只是小怪物。真正的大 boss 是心瘾。一旦你停止喝酒，酒精在24小时左右基本都代谢出去了，酒精的作用也基本消失了。但如果心瘾还在，你会继续渴望酒精，你会觉得空虚、焦虑。如果你看到瘾君子在戒断时很痛苦，你会建议他们继续嗑药吗？很明显，永久摆脱戒断反应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嗑药。你也一样，永久摆脱戒断反应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喝酒。但如果你强迫自己戒酒，你会感到被剥夺，觉得痛苦。为什么会感到被剥夺？因为你认为酒精能缓解痛苦，能带来快乐。你的误解就是由前面讲的8种误区产生的。有些是广告的洗脑，还有从众反应，还有很多是无意识的，像多巴胺这样的神经递质驱动的，甚至不需要到达大脑的意识层面。酒精的成瘾特性已经影响你的大脑神经回路，那你记住酒精的积极作用，根深蒂固，你会坚信喝酒很爽，喝了之后你人更放松、更自信、更有控制力，所以你会决定再次喝酒。当你想放松时、焦虑时、口渴时、想睡觉时、想繁衍时，你都会本能的想喝酒。即使你现在知道酒精有这么多危害，但要改变你的大脑神经回路却没这么简单。看看评论就知道了。浓浓的你不干我不干，国家建设谁来担？真到了决定要不要喝酒的时候，你的脑海里可能会有2种声音，一个是不能喝，一个是我想爽一把。喝还是不喝，这是个问题。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在看似快乐的喝酒，你感觉自己错过了几个亿，对酒精的渴望涨了3分。一旦你喝上1-2杯，酒精会进一步抑制你的理性思维，所以你会坚信戒酒很难，甚至不可能。最后很多人的结局都是婚是可以离的，工作是可以不干的，酒精才是他们唯一的归宿。很多人想通过意志力戒酒，当你越是通过意志力克制，最终屈服时，你得到的满足感就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戒酒时想喝却不能喝，你的痛苦在不断增加。一旦屈服了，绷紧的神经放松了，哇，真爽！屈服的快感就产生了，下次你就越容易屈服。一旦戒酒失败，很多人会给自己贴上意志力薄弱的标签，但问题并不在他们的意志力薄弱，问题出在他们使用错误的方法。我们看一个案例。26岁时，我被提拔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，经常在各地出差。出差时，同事们经常要聚餐，都会喝酒，但我发现每个人都喝得比我多。那时，我年轻气盛，必须证明我的价值，所以我刻意培养酒量。我有个秘诀，喝1杯酒，再喝1杯水，这样我就能喝更多酒，还不容易醉。有时，我会偷偷溜回酒店房间，手指伸进喉咙，把酒吐出来，这样我就能继续喝。或者在晚上睡觉前，我会呕吐，把酒吐出来。虽然这有点难受，但我想融入集体，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果然，我的酒量大涨，我以此为自豪。当然，慢慢的，无论是不是在工作，喝酒都成为我的一部分，在家喝，工作喝，和朋友出去还喝。在那几年，我从酒精摄入的热量比从食物摄入的还多。我并不是总有喝酒的理由，只是从来没有理由不喝酒。我没办法准确地说出我在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，但的确变化了。无论你认为自己多聪明、多成功、多有掌控力，这些变化必然会出现。我经常坐商务舱，商务舱会提供酒水，而我通常会让乘务员惊讶，因为他们要一直给我倒酒。飞机着陆后，我原来几乎都要先去公司开会，但很快我发现时间不再重要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赶呢？
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一些呢？为什么不在机场休息室多喝一杯呢？接着，宿醉找上我了，可能是我喝的太多，也可能是我忘记在喝一杯酒后要喝一杯水。我听说解决宿醉的最好方法是再喝一些酒，真是个好主意。于是我越喝越多。你没猜错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公司老板、朋友和家人开始提醒我要控制自己，少喝点酒。难道我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吗？